OK， 从川普说这个武汉肺炎或者是新冠病毒开始，或者是中国病毒开始 ，Facebook 开始就有无数的这些影片，然后开始说就是美国就是排华或是怎样，然后美国的种族歧视，就连我一直都支持的林书豪都说川普这样是制造仇恨，种族歧视到处都是。Jeremy Lin，not everything is about race, okay? America is not a racist country. There are racist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yes. Of course. Yeah, but just because a person said the name of the virus and its origin does not make it racist, okay? The truth is, Chinese media is the first one that used the phrase Wuhan virus to describe the virus. While your president is praying to your God, bringing peace to your country, you are there kissing up to a totalitarian regime that persecute Christian and tear down Christian churches. What are you doing in China really? Is basketball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 God? I don't know. Well, apparently. You tell me. Yeah. What's up, everyone? This is Mr. Nice Guy. 好沉重。Yeah. Welcome back to PHC. It's Miss Niji.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关于种族歧视的故事啊！攻击美国的新闻真的现在到处都是啊，就连美国自己 CNN， 你一天到晚发自己，我现在都不敢想看 CNN， 根本就是 fake news。Constipated News Network 。攻击川普的新闻也到处都是，然后但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证据。今天我们就来说，也是一个运动员 ，OK， 然后他的形象被扭曲的这个故事。这个人呢，曾经是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的超级巨星，是第一个被选入棒球名人堂的 Hall of Fame 的人。他今天保持着联盟最高的纪录 0.366 的打击率，哇塞！而且他已经退役超过90年了。His name is Ty Cobb。但是除了刚刚你听到这些个人成就外呢，他通常给别人留下的印象通常是非常非常负面的。OK， 现在都还会有人用之前的报道说他是史上最恶劣的人，然后他是个种族主义人士，然后他是棒球历史上最不干净的一个棒球选手。如果说你很爱美国职棒的话，那你一定有听过类似这个样子的传说。Ty Cobb他会用手枪的枪柄在大街上乱打黑人，然后他曾经在 Cleveland 克利夫兰这个地方用刀子捅死一个黑人的服务生，只因为那个服务生的态度不好。然后在棒球场上呢，他会刻意磨尖他的那个钉鞋，然后故意去弄伤对方的那个内野手。然后他是一个很孤僻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神经病 ，OK。然后呢，在 Field of Dreams 这部电影里面呢 ，Shoeless Joe Jackson 说 Ty Cobb 是没有收到 Ghostly Cornfield Reunion 的邀请，因为呢。No one liked that son of a bitch。当我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呢，毕竟这个人已经死了好久，连我妈都是小孩子，连我阿公都是个小孩子 ，OK？ 那所以说我就没有想过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很自然就相信了。但是很酷的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找这些东西资料呢，还有它上面的报道，还有上面的新闻，还有他的个人信件被公开的时候呢，才知道说，刚才我刚刚说这些攻击完全是没有任何证据的，而且几乎全是假的。事实是跟上面报道的是完全相反的。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接下来就会讲 Ty Cobb， 其实他的队友非常尊敬他，不管是不是在棒球场上 ，OK， 还是在新闻访问里，就是这些东西爆出来之后，新闻访问里面他的队友也都会帮他说话。他的对手呢也说他在打比赛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拼命，而且不会使用任何肮脏的手段。Willie Shane 这个非常资深的一个捕手，他就说 Cobb never caught me up. He was too pretty of a slider to hurt anyone who put the ball on him right.OK， 就是 Cobb 从来就没有弄伤我，他的滑垒太漂亮了 ，OK， 他漂亮到想触杀的人呢都不可能受伤。那在这张1912年出现的照片里面呢，就会看到 Cobb 好像是直接飞踢到这个 St. Louis Brown 的这个捕手 Paul Gritchell 的这个鸡鸡的这个照片，那看起来很糟糕，对不对 ？OK， 但是这张照片呢？角度吧，照片常常是假的。Cobb 踢到的是 Gritchell 手上的球，就是他手套上面的球，而不是他大腿中间的那两颗球。他并没有弄伤这位捕手。那 Gritchell 在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他自己说，在某层面上面其实是我自己的错。当时我是站在本垒板前面的，而不是本垒板的旁边。这样子的话，那个 Ty Cobb 滑垒过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刺杀他了。实际上呢，就是在1910年 ，Ty Cobb 还要求联盟的选手所有人把脚上的钉鞋磨钝，这样子才不会伤到人。那
种族歧视呢？对不对？在1886年生在乔治亚州的一个男性，怎么可能不是种族歧视的人？他们全部都是种族歧视的人啊，对不对？但是其实上 Ty Cobb 的家族是一直反对奴役制度的。他的曾祖父是一个宣扬反对奴役制度的牧师，而且还因为他在当地反对奴役制度而被驱逐他原本居住的那个城市。然后他的祖父因为反对美国南方的这个奴役制度而拒绝参军，加入到 Confederacy 南方的这个军队。然后他爹也因为白人对黑奴就是施行这个殴打过度这样子的行为，被当地的人讨厌，还要被警察抓。然后在黑人跟白人应不应该一起比赛的这个议题上面，Ty Cobb 说 The Negro should be accepted wholeheartedly, not grudgingly. The Negro has the right to play professional baseball, and who's to say he has not? 还帮他们争取。对，黑人应该要全心全意的被接纳，而不是勉强被接受。黑人应当要有打职棒的权利，谁有资格说他们没有？不只是这个样子 ，Ty Cobb 还去过很多次当时的黑人的这个职棒，黑人跟白人有不同的职棒，在那个时候，他还会去当这个就是手投仪式的这个投手，然后呢也会跟黑人的选手在一起，在他们的球员休息室休息。然后呢，他说过 Willie May 就是他是一个黑人的选手，是他唯一会买票进去看的一个选手。然后那个传言被他用刀捅死的那个黑人服务生呢，事实上呢他是一个旅馆的夜间守卫员。然后呢 Cobb 也没有杀了他，他只是起了小冲突，然后推来推去而已。然后呢，其实那个人呢是个白人，只是被人家利用，然后来让这个故事好像更生动一点。对，没错。那 Cobb 这个人呢，他跟我们一样，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常常被冒犯到，然后呢，很不宽恕那些没有办法跟他一样追求完美的那些人。就很像 Kobe Bryant， 就是之前被人家讨厌，就是因为他自己很好，可是他就是常常会要求，欺负，对，其实他就是要求其他人跟他一样，对，就是好像不是很友善，但是绝对没有像就是在国家内完全没有任何负面新闻的这个习近平还有金正恩一样这么完美，这么有大爱。但是他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人吗？不是，他是个会耍小手段的人吗？对，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假的。实际上呢，就是所有针对于 Cobb 这个名誉的这个指控，全部来自于一个地方写出来的假新闻，还有出的书。这个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对，这个作者是在 Cobb 死了之后才开始写这个文章的。好坏哦，因为他非常嫉妒 Cobb 这个人的有了这个镁光灯，所以说对他做出的这些攻击。这个人呢叫做 Al Stump。为什么人家会相信他？你写久一点，活久一点，然后慢慢人就会以为说这个是真的，这样子。没错。Cobb 在活着的时候呢，曾经警告过 Al， 算是威胁要告他吧，就是因为 Al 这个人写了很多假新闻来攻击他的人格。先不用管说这个 Stump 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跟 Ty Cobb 这个人有任何的这个接触，或者是 Stump 提供的资料，全部的讯息消息全部都是匿名的，或者是真的认识 Cobb 的这些记者都有跑出来帮 Cobb 辩护，或者是 Stump 这个人呢，其实因为造谣的关系，已经被国家禁止出版了。但这些东西全部都不重要，因为这样子丑陋的新闻的煽动性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听过了之后呢，很难被忘记。而且就跟现在很多新闻节目用的这个东西一样，只要吸睛率够高的话，事实就不重要了，真实性就不重要了。就算这个样子的东西会毁掉一个人的信用，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就是很长啊。对，第一个，我们很容易相信谣言，特别是那些成功的人。那些对于成功人士的这些谣言呢，因为我们会嫉妒他，就是你多少都会有一个嫉妒心在那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可爱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没错。然后你就是想要，就是戳他，就是想要讲他，就是这个人一定有怎么样。对，那他也没多好嘛，对不对？说不定只是跟我一样而已。对，想让自己自我感觉良好。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一个谎言持续在我们耳边重复的话，我们就会相信它是真的。对。就以为这个是事实 ，OK？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撒谎是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来源，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面果子之后犯的第一个罪，就是对神撒谎。二战时候，希特勒可以夺权，然后可以控制整个德国，让所有的德国人认为说，屠杀这些犹太人是在帮助这个世界进化，也是因为他的谎话。所以说造成这样子的大屠杀。Ty Cobb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棒球选手，而且他的故事是非常激励人心的。他不是个小人，或者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人。那么你自己可以想想看，
你听过那些对某些人的这个论断，或者是新闻报道，有哪些是真的，还有哪些是假的吗？还是你只是一个被媒体操纵的一个键盘侠而已？那这个问题就只有你自己可以回答了。就是其实 Facebook， 我记得他们之前就是一开始就是 safer at home 的这段时间，就是在家是很安全的。可是呢，就有很多负面的消息，就是每一天都 Facebook 上就充斥着说美国快死了啊，或者是哪一个国家快死了啊，意大利快死了啊，然后全世界快死了啊什么的，然后就世界末日啦怎么样的。可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一个根据，有很多的负面消息，一群人我们就决定说我们要来 po 一些比较 uplifting， 是比较乐观一点的。然后我们在 po 的时候，我就 po 了一个马云捐赠钱，然后还有跟口罩啊，然后 test strip 啊什么的东西来到美国。然后下面竟然就有人回说，你确定你真的要接受吗？中国没有一个东西是好的。我们先不要讲这个东西，光是传达一个爱心的行动都会被人家抹黑说他是有目的性的，他是不好，他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世界是变成这样子了。对，那你为什么会愿意去相信一个腐烂的东西，而不愿意去相信说这个世界上还有爱存在？检举他的还是台湾人，我觉得很扯。台湾人一天到晚说自己多有爱心，多怎样怎样，然后一天到晚说什么中国大陆不准 WHO， 然后不准其他新闻，然后就是台湾的成功不能让世界知道，中国的企业家要捐钱给美国，这样子的东西，为什么你要去检举他？你这样子会感觉比较爽吗？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就是我们先放下仇恨。这个 racist 不是只有是黑人、白人、黄种人什么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对于别人敌对的方式，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反而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需要去停止，我们需要去停止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去传达更多的爱跟更多的接纳，然后还有更多的帮助。我们知道说什么东西是不好的，可是我们要知道说，不是在这个政府底下的人就是不好的，只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分别善跟恶。我们要以圣经的角度去分别善跟恶，不是以自己的角度去分别善跟恶。And Jeremy Lin，think about what you're doing in China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帮我们按个赞，然后帮我们分享出去，分享更多，让更多人知道说我们要宣传的是爱而不是恨。如果可以的话，下面留言，然后把这些东西发出去，因为你不是因为你留言更多的话，我们就有更多人去看，然后 YouTube 会帮我们 promote 这样子。那如果可以的话，想要赞助我们的，在我们的链接下面都有我们所有可以赞助我们的方式，好不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